Opportunity equal to readiness plus observance. Increasing earning doesn't contradict with reducing spending. 着重于这个长期的回报，而不是这个短期的一个回报。OK， 大环境有一个敏感的感知 ，not agreeable to certain things。Hello， 大家好，欢迎回来到我的频道，我是 Paul。然后这里就是这个在30岁之前赚到100万所应该要有的心态下集。因为上一集我们讲的比较长，所以如果你还没有看到上一集的话，记得在这边点这个上集的这个 link。Alright， 所以今天我们就话不多说，我们继续接下来的点。第4个点呢，就是说，在你赚大钱的这个同时呢，它其实并不与存钱或者是省钱起任何的冲突。在英文来讲，就是increasing earning doesn't contradict with reducing spending。OK， 这个其实我也是在另外一个 YouTuber 上面看到这个 sharing， 所以这个 YouTuber 他之前在这个视频里面就讲了一个故事，我觉得也是蛮 interesting 的。那我曾经做一个视频讲为什么我在家做咖啡而不去外面买。那有人留言说你为了节省0.73美元填充咖啡胶囊的时间，为啥不用来研究股票呢？那类似的辩论大家可能都听到过基本原理就是你的时间最宝贵，不应该浪费在省钱这种事情上，你应该把时间花到赚钱上。那时间最宝贵没错，但这忽略了一个事实，节俭和投资并不冲突。那我在家做咖啡时可以去思考投资，甚至可以听有声书。反过来去外面买咖啡，可能把时间浪费在路上和排队，而且很多人排队的时候可能在刷小视频。所以千万不要拿错误的机会成本概念当成不做某些事情的借口。OK， 所以这个它看似虽然像是一个省钱的方式，可是它带来的这个 return 其实还超过它省钱的这个东西。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不只是片面上只看到这个东西这个人很省钱，这个东西很省什么东西，可是在事实上面你看到的 return 可能是他看不到 return， 你可能不会 appreciate 这个东西，可是他 appreciate 那个东西。我就可能拿一个例子来讲我自己的例子吧，就我在新加坡，我身边朋友有蛮多朋友是喜欢做 Grab 的，因为他们就觉得省时间。OK， 这是无可否认。我通常本身就是做 MRT 的。OK， 因为 MRT 当然 cost 比较低，这是无可否认的。刚才我讲了。第二点是本身我觉得啦，我自己这样子看是，我如果做 MRT， 我回来这边的这个时间我找到，其实我有没有 benefit 到任何的东西 ？OK， 如果是假设说我有赶时间，我做 Grab 回来，OK totally fine， 因为我 gain 到一些时间呢，我可以做到那个东西。但如果回来我也是做一样的东西，然后我根本没有 gain 到任何东西，这样 why should I come back faster？ OK， 为什么我需要找回来 ？Alright， 所以反而如果我坐巴士的时候，我可以听 podcast， 因为 podcast 其实基本上是我每天不管我去做 gym 或者是我在巴士上做 MRT， 我都会听的啦。OK， 就是 gain 一些不一样的 knowledge。Alright， 所以反而我在巴士上，我有那个时间40分钟，我可以听那个 the full podcast， 把它听到完，然后 absorb 那个东西。回来了，然后我再做我原本应该做的东西，我觉得那个是我的 win-win situation， 就是我得到了知识，我省了钱 ，OK， 所以在每个人的这个看法上面，你不能够去 fulfill 每个人他对这个东西的看法，人家可能讲，不需要吧，就做 Grab 吧，你也是赚这样多钱，为什么你不要做 Grab？OK， 可是他就不能够 appreciate 这样的东西，所以 there's no good or bad，OK， 这个是每个人只是在针对同样事情上面有不一样的看法 ，OK， 所以不是因为人家讲你赚很多钱，你就不需要省钱，真正你能够存到的钱，其实是你省下来的钱。第5个点呢，就是我们应该着重于这个长期的回报，而不是这个短期的一个回报。Focus on the long-term gain instead of the short-term one。为什么这样子说呢？就我们打一个比方吧，好像我的 company 是有给股票的 ，OK， 也是会有给 bonus 或者是 salary increment。所以通常如果老板问你，你是比较喜欢什么样的报酬呢？以我的出发点，我看公司的这个成长的话，我当然会比较觉得我会选这个拿 stock， 就是拿那个 share， 因为 share in the long run 它会 grow。虽然我们拿那个 share 它是分4年给的，它会慢慢给你，可是因为那个 share 会 grow， 所以你拿到最后你拿到的钱会是更多的。反之，如果你 opt for bonus， 假设说那个 bonus 给你 one time，
可能是给你3000块、4000块，看起来很多，但是 in the long run， 如果你分4年来讲，如果那个4年你拿到那个 stock， 它增长了很多 ，compared to 你拿 bonus 的话，其实那个 bonus 是一点点罢了的。所以如果你是为了看到那个短期拿到那个5000块，而放弃了那个可能那个 stock 它能够 grow 到20千、30千的那个 grow 的 potential 的话，这样子你就放弃了，其实是 in the long run 你放弃了很多东西。所以这个是一个很 simple 的 example 啦，所以还有很多考量是可能你的这个升值啊，或者是你的这些在报酬方面的那一些的考量，你需要做一个比较长远的这个计算。你要以一个5年、10年的这个 horizon， 如果你打算待在这个 company 这样久的话啦 ，OK， 如果你当然你只是想待1年罢了，这样子你拿 bonus 跑人，那个是你的事情。可是正常来讲，在一个 career 上面，你通常都是在 build 你的 career， 通常是在一个 company 或一两个 company 这样子啦，可能你可能会跳1-2个啦 ，OK， 所以这些东西都是你要考量的咯，你要考量长期这个东西对你来说是有没有 benefit。如果你可能，假如说你跳公司也好，你跳公司要考量你的这个跳过去的这个公司，你会 lose 一些 intangible 的这些 connection， 就是你可能跟这边的 colleague 已经 work 到很好了，你跳去新的公司，虽然你的那个薪水有增长，可是那边的人可能对你很差，这个你也要考量。所以这个 long term 的东西就是你要去考量很多不一样的因素在里面，然后 whether 这些综合起来，它能不能够给你一个很好的 return， 所以这个是要去思考的，而不是只是着重于这1-2年里面我能够赚多少钱，这些东西，放大你的 horizon， 放大你的视角，然后去以更大的角度去看你的这些未来的东西。OK， 这个是很重要的，不要被自己 limit 自己的这个视角。不好意思，又好像讲得太长了，所以我们需要讲到下集了。OK， 所以希望你们会去看下集我们的第3部，然后我会再跟大家分享，希望是最后的这几个点啦。OK， 谢谢你们的观看，拜拜。Hello， 插播一下，如果你觉得这个视频有帮助到你，记得帮忙按赞、分享。